今天给大家唠唠谋张辽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，张辽的界突破版本啊。手杀谋系列最近这半年出的将啊，讲道理都挺扎实的，不光扎实还很老实，不整花活了，就单方面给你做个技能的加强，让老武将重新适应现在的环境。其实最早谋攻篇出武将就是这么一个思路，这个思路也没毛病，只是 GK 啊，他偶尔想圈波钱，就整一些像谋曹丕、谋关羽这种阴间烂活，出来之后玩家肯定也买账，强度高嘛。就你武将设计怎么样，说实话，对一些强度党来说不是很重要，他不看的，他也不在乎。武将定价其实根据强度来定也合理，但我就希望你这个强度不是硬堆上去的，强的要有创意。在强将设计这方面，手杀我觉得远远不如其他两个服。不过手杀设计中上武将，设计那些强度还凑合的武将，这方面功底还是有的。之前的谋诸葛瑾呐、谋韩当都不赖。那今天说的谋张辽也是手杀很典型的一个中上将，4血2技能，1技能突袭，你的回合内限2次，当你不因此技能获得牌后，你可将其中任意数量的牌置于弃牌堆，然后获得至多 X 名其他角色各一张手牌（括号 X 为你此次置入弃牌堆的牌数）。这个谋突袭它在界突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高了灵活度和上限，差不多已经是以突袭偷牌这个技能模板的究极体了，给你优化到极致了。标突袭是你只能选择放弃摸牌，然后偷2张，而且是必须偷2张，你单挑的时候要达不到这个偷2张的条件，你就只能吃亏偷1张，要不然就不偷。而界突袭啊，它是在偷2张和不偷的基础上，又给你提供了一个偷1摸1的选择，单挑也不慌了，我这少摸1偷1很灵活。而谋突袭觉得这偷1摸1还是不够灵活，那怎么办？我在偷牌时机这点上再给你做一个优化，你张辽可以在获得牌后选择是否摸牌。首先这个获得牌后啊，那就不局限于摸牌阶段了，你回合内用无中、顺手、五谷获得牌，铁索重铸获得牌啊，或者说其他角色通过技能给你牌，都算在这个获得牌的时机，都可以选择发动技能。这点和马良的字数很像，获得牌有额外收益。同时呢，技能描述也给你写得很清楚，不因此技能获得，也就是说你突袭本身偷的牌，那就不能再算作获得牌之内了，要不然你这技能就套完了呀。第二点，你发现没有，谋张辽他是在获得牌后，牌已经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把它给弃掉，你可以选择把它置入弃牌堆发动技能，这个发动时机又延后了，遇见好牌咱就留下，不发动技能，这容错又给你提升了一个层次啊，不用去赌了。谋突袭这个技能，它在硬强度上没有比界突袭强特别多，但操作它就是给你优化的很舒服。当然这个技能也没有逃脱手杀弱为机制的迫害，你看看啊，身份局你的回合能发动2次，而斗地主排位它就只能1次，这2次和1次差别就大了呀。你2次摸牌阶段你操作完之后，出牌阶段用个顺手无中还能再整1次，或者配个2技能再整1次，你1次的话，那你摸完牌之后就没啥操作空间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想的，这就是刻意的压强度，强行通局，之前还能2次呢。你天宫宝库的精品将，那不能让你太强啊，你太强了，那史诗将的购买竞争力就下降了。接着看第2个技能登峰啊，登峰履刃何妨马革裹尸吗？2技能也很关键，这么阶段你可选择一名其他角色并选择一项：1. 选择其装备区里的至多2张牌，令其获得之；2. 你从牌堆中获得1张杀，背水，失去1点体力。登峰的取点是著名的宵禁之战啊，张辽率领800名将士冲击东吴的10万大军，一路冲杀到孙权的主帅旗下。对，我直接冲到你孙权脸上，把你的装备给摁回去。八卦加1，直接回手闷棍，懂不懂？我每轮都发动这个技能，那跟直接把你装备拆了也没啥区别。你挂装备在我这里就没有意义，我也不怕断杀。2选项我能从牌堆中获得1张稳定的杀，大不了就背水嘛，掉点血。2个选项同时都有。当然有朋友意识到了，这2选项获得的杀，其实它也可以和1技能突袭做配合，是吧？你登峰整的这张杀也算作你获得牌，你也可以把它置入弃牌堆，然后去偷1次牌。但是这样搞啊，会把你突袭的次数给消耗掉，那这在斗地主排位中就很尴尬，突袭就1次，你这时候用了，那你之后就用不了了。身份局有2次倒还好。谋张辽的设计挺优质的，技能简短，强度也有保证，唯一不好的就他身上还是沾染了手杀狗操的弱位机制，这是真烦人。用河南话来说就是真膈应人啊。
基体为何折其盛世，以安众心？甘陵之流，何可阻我之攻势？秦权复吴，今便得偿所愿，终将且奋力一战。